黑天鹅事件不断，中国房地产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自2022年以来，中国大陆楼市遭受重挫，一线城市销量锐减，3、4线城市更是熔断崩盘，整体经济系统几乎陷入癫痫。在这股狂风暴雨中，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更是首当其冲，遭受重创。一线、二线热点城市的房价接连失守，3、4线城市的楼市更是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最先沦陷的就是那些曾经被宠坏、被追捧、被吹捧为神作的海景房了。你没有听错，就是那种靠着迷人海景和旅居概念被发展商和投资者疯狂炒作的豪宅别墅，此刻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摇摇欲坠。山东威海、广东惠州、广西北海这些闻名遐迩的海景房聚集地，如今房价狂跌，低价房源竟然比比皆是。曾经42厅的豪宅只需25万元人民币就能购入，比城中村的小套房价格还低。你绝对难以想象，在那璀璨的海景线上，一栋栋金字招牌的豪华别墅遍地开花，白菜价几乎成了标配。一线看海房子，躺在床上就能欣赏大海的壮阔景色，这曾经是无数人对海景房的梦想。然而就在近期，这份梦想正被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低价待售房源无情戳破。惊人的25万元，惠州碧桂园10里银滩海悦湾一套42厅、154平方米的海景豪宅被贱卖，单价仅1623元每平方米。当地中介透露，同小区另一套也只卖了35万元，加上各种税费后，实际单价也不过4200元。25万元在一线城市恐怕只够买间杂物间了，却在这璀璨的海景房折戟沦陷。更惊悚的是，这并非个例，在知名海景城市威海、惠州、北海等地，大量白菜价海景房正在疯狂拍卖。唏嘘一声，威海乳山银滩旅游度假区一套仅64平米的海景小窝，竟以10.6万元的价格被挂牌出售，而且由于价格太低，近期还被迫再次调低价格。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按照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这10万元在上海、北京往往只够购买个露台，可就是这么一处临海的房产，当年被炒作为旅居天堂、度假胜地，如今却在狼狈的拍卖廉价。而在威海荣城，一套55平米的房源挂牌仅17万元，另一处55平米房源的卖家言辞家狂野，直接标榜为躺在床上就能看大海的独家海景房，可售价却依旧只是区10几万。就连素有中国夏威夷之称的惠州海景房也遭了殃。在大亚湾片区，一套38平米的小窝挂牌价只有12.5万，而在品牌房企开发的惠东小区，一套79平米的海景大户型，价格也只卖35万，感觉就像在街边摊位上买手机一样。以上只是海景房狂跌价格的个例，事实上，整个威海、惠州、北海等多个海景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均在经历剧烈下跌。数据显示，威海3月份二手房挂牌均价为8089元每平米，同比暴跌 9.72%， 而在不久前的2021年，但是二手房挂牌价还在9000多元，可见跌幅之惨烈。惠州3月份二手房挂牌价9926元每平米，也相较2021年初时的万元关口下跌近 6%。 北海等其他城市也面临同样窘境。这是怎么了？昔日被捧为新兴旅居热门、备受投资者青睐的海景房如何跌落神坛，成为当下血亏狂甩的廉价货？业内人士分析，这与行业调整和产品属性密切相关。海景房往往归于度假性质，人流量少，配套欠佳是常态，一旦房地产市场低迷，其空置率高的劣势暴露无遗，拥堵所带来的客流也将陡然断层，很快就会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部分业主确实遭遇资金困境，急需变卖房产周转。更有人对海景房的前景信心全失，
选择割肉抛售资产。人们渐渐发现，海景房消费价值其实并没那么高，旅居生活着实无趣，一年到头去不了几次，房屋长期闲置，即使真入住，也难免遭受潮湿环境、配套不全的折磨，最后无奈降价待售，只留下当初的夸夸其谈。正如媒体分析，海景房的度假性质决定了其空置率高，人流量少，配套也很难跟得上。因此，在这轮房价下跌大潮中，海景度假房成为下挫幅度最大的群体，注定要被无情击垮。回首旧日繁华，这一出出海景房的戏码则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北京人沉迷威海低价海景房，组团花几万块就能一口气购入大几套作为第二居所；东北人则痴迷于三亚、北海等地的美景，也纷至沓来购房。偌大一个乳山银滩，20多公里海岸线上密密麻麻竖起200多个楼盘，一度还出现每天能成交500套的神迹。土家们更是重金拿下万亩滩图，聘请海内外大师挥斥方遒，打造号称亚洲第一的海景地产。种种景象已不复存在，华丽转身的背后是开发商的疯狂和行业过度炒作。终于在这轮寒潮下，海景房归于理性，一地鸡毛才是真实价值。如今走在海滨城市，还能看到不少这样的景象：废弃工地、断垣残壁，拆迁工人正在忙着清理门前的钢筋水泥森林。开发商在这块湛蓝海岸曾描绘美好愿景，殊不知大手笔画下的是一出悲剧，最后只能草草了之。或许海景房的繁荣毕竟是一场梦，执念过深只会被狠狠惩戒。这彷徨离场，让中国人清醒认知买房的本质是居住，而非误以被金钱与浮夸所蒙蔽的道理。海景房的破产浪潮如今已蔓延至全国多个滨海城市，曾经凭借美景和旅居概念被疯狂炒作的房产项目纷纷破产烂尾，被迫腰斩降价。在日照，开发商曾豪言要打造东方迈阿密，宣称人居住这里就是在度假。然而如今，那个被贴上中国第一滨海豪宅的项目已经烂尾数年，园区内高楼林立，但是门可罗雀，工人将就着在旧房内住了起来。三亚也曾是旅居房的重镇，外地人趋之若鹜，购入坐拥无敌海景的高级公寓，期望隐居于此，享受阳光沙滩。可就在几年后，很多投资者发现购入的房子根本无法常住，周边交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一塌糊涂，已无法满足常住的需求。于是这些楼盘也开始大量出现低价二手房源挂牌出售。更惨的是北海，这座靠海的小城一度被炒作为珠三角的后花园，包括华润、保利在内的数家房企开始在当地疯狂拿地，宣称要将北海打造成中国版的夏威夷。可就在项目开工后不久，资金链断裂，数个大型旅居社区被迫停工，导致投资者中了沉重一锤。直到今天，北海的旅居梦依然没有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大片被遗弃的工地，以及挂牌价不足50万的二手海景房源。庞佛昨天的神话从未存在过，这不禁让人感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有多严重？为何一个个地产项目都如此脆弱不堪？其中的根源无疑是过度炒作、投机等因素驱使。开发商为了续客和圈钱，不惜打造虚无缥缈的度假概念，哄骗一波又一波的外地购房者趋之若鹜。许多买家当初不过是被旅居、度假的概念蛊惑了心智，以为投资海景房就能过上遥不可及的富人生活。可在梦想破灭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并且很难在这片区长期入住或持有自己。于是大量低价房源开始迅速外流，引发新一轮泡沫的破裂。